Yo 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H， 我是阿豪 ATH。为什么今天我在这里骂车嘞？这个地方又是哪里？这里就是来自 Johor Bahru The Brow 的 BYD 最新 showroom 啊！为什么要在这里骂车嘞？因为我们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一台 BYD Atto 2各种细节分析。之前我小时候其实有在那个洗车店打过工。如果你们自己有在家里洗车的话，你应该知道自己洗车你就可以看到特别多的细节。那今天我就模拟自己洗车，顺便帮他们把这辆车抹干净，然后来为大家分析一下这辆车的外观、内饰，还有各种配置啦。Let's go！影片开始前就要来为大家介绍一个 very good job 的行车记录器。这个 A510是一个前后双镜头的超高清行车记录器，具备了 Sony Starvis 2 IMX675 的感光元件，1944P 的解析度，还有 HDR 功能。它可以拍摄高达60 frame per second， 也就是讲你在开车的时候，有人快速切入你的车道啊，可以放慢来看，而且每一帧都可以保证非常的清晰。这个 A510呢也下放了现在最需要的 4G 无线网络连线功能。当你的车停放在 parking 的时候，如果有遇到任何的碰撞，它会立即向你的手机发送通知啊！花少少的钱就可以买到那么好料的功能，真的是性价比满满啊！如果你们想要买到这个70迈的 A510， 都可以到70迈的官方网店，我会把它放在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留言置顶区那边，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点击进去查看价钱啊！那现在就让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啦 ，Let's go！ 想当年啊，我是一个洗车佬来的，我有做过洗车的行业啦，在以前洗车的时候，我很喜欢洗什么样的车？就是这种圆圆滑滑的车。这台车整个外观看起来就更加的圆润，我喜欢这种 design， 比较不容易看腻。这一台车我们在它的车头灯方面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有一点像 BYD 一贯的设计语言啊，就是他们的家族式设计。这个前脸哦，车灯跟中网的位置是连贯去的，然后这个 design 一看就是，即使把 BYD logo 遮掉，都大概知道是 BYD 的车型。我觉得这个很有辨识度啦。然后 bumper 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旁边这里呢有真实的这个导风口，可以把前面的风导去轮子的位置，做到一点散热，还有 aerodynamic 啊。整个车头的 design， 我觉得其实有一点点像 Smart 的车型，不知道你们怎样看啊？我觉得其实还蛮不错的这个 design。车身尺寸方面呢，这一台车啊，比起他们的自家的海豚呢，是来的更加的高啦。当然它是一台 SUV， 整体车身尺寸也比较大，包括尾箱空间。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引擎盖，我们把它打开来，电动车没有什么引擎之类的东西，就是有可以看到它的一些线路啊、inverter 之类的都放在引擎里面。比较可惜的是哦，这个引擎盖打开过后没有一个储物格，其实蛮空的。如果有一个储物格的话，前面这里还可以放一些东西。车头灯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有 LED 的 projector headlamp， 还有 LED 的 DRL projector headlamp 啊，在2025年一台中小型的 SUV 上面看到了，是蛮少见了的啦。因为现在很多品牌的车商，他们为了要把这个成本控制下来哦，都会给 reflector 的 LED headlamp， 一样是 LED， 可是 projector 它的这个照明指数会比较高，而且它的集中度会比 reflector 的来得更加好，所以这一点 BYD good job。来到车身侧面，我们可以看到在前面这个 driver side 这里有一个格子哦，当然点一下它就会自动滑开来。我喜欢这一种配置哦，机械式的，比起电动开启的，我觉得这个呢是更加省心啊。电动开启的我有时候会怕它坏掉啊，还是断掉这样子。当然这台车呢，它是比较属于都市型的电动 SUV， 所以它的续航里程 WLTP 啊只有300多公里罢了。如果你每天的续航里程使用量没有超过200，没有超过300公里的话，这台车还是非常适合首次想要尝试入手 EV 车型的车款的朋友们哦。讲真的啊，我现在这样子看这辆车，我自己也是很心动一下，因为主要是不要价钱太贵，然后可以买到这样子的一个车身的外形，我觉得很美啦，然后也很适合年轻人，像我这样年轻人驾这辆车应该是很合适。SUV 嘛，当然就要给你这个防刮材质，不过它不单只是给你普通的一大片黑色的防刮材质，它在中间还是有加上一些跟车身一样颜色的饰条，就连车侧 skirting 的位置也是有同样的设计，就让它整台车在侧面看起来没有那么的单调。在层次感方面 ，BYD 这一次的设计啊，也是
是有花蛮多的心思啦。Sport Rim 方面没有用烂大街的那一种双色调 Sport Rim 啊，这一次用的 Sport Rim 是一个灰色单一色系啊，我觉得这一点 good job， 不要再玩双色调了，看腻哦。轮胎方面就是一个215 60R17 17寸的 Sport Rim， 轮胎我稍微嫌它有一点点窄，它只是一个215的这个宽度啊。电动车嘛，主要还是为了做到续航里程要够多，所以把轮胎收窄一点点也是有它的道理啦。品牌方面是 Westlake 的轮胎，如果你一直有关注我的频道的话，就知道以前我的 Satria Neo 曾经也是有用过 Westlake 这一个品牌的轮胎去跑赛道哦。不过那个是一个 High Performance 的轮胎啦，这个是属于一个街用，好不好用我不知道，有机会想尝试一下。车门把手方面也是用这种机械式的哦，不过它是跟车身完全平整的这种设计啦，不需要担心什么电动车门把手会卡着啦，还是断电没办法开门之类的。机械式的还是比较省心啊。身为一个洗车佬，以前我每次洗车啊，我就会观察整辆车的一些细节。如果你们自己平时有在家洗车、抹车的话，你应该都会看到你的车有很多平时没有去注意到的一些细节，包括它的这个尾翼设计是属于那种一体式尾翼，就是从上面连到下面来这样子，所以看起来很整齐啦。尾翼上面还有一排 LED 的刹车灯，讲到刹车灯就一定要看一下这一款车的尾灯，它的尾灯设计啊，就是 BYD 一贯的设计的元素啦，连贯式尾灯。可是它在内容方面做了非常多的这种层次感的设计，还有这个打叉型，好像一个无限的符号这样，哇，这个真的看起来很醒目很帅。它也不单只是平平一条，它也是有做到一些这种吊泪眼式的 design。我觉得这个尾灯应该是近年来中小型 SUV 里面我看到最好看的一个尾灯了啦。BYD 的字样这一次没有嵌入它的尾灯里面去啊，是放在外面，也不再看到 Build Your Dream 的那个 slogan， 这一点 good job， 简单整齐就是好看。打开尾箱盖，它并没有电动尾门啊！我现在在拍这一部影片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官方价格，我估计这辆车应该也不会卖太贵，所以它没有给到这个电动尾门。但是我觉得一台中小型的 SUV 不需要啦，应该没有什么用到。尾箱方面是比 Dolphin 来的更加大，而且打开这个遮罩板下面有一些补胎装置啦，可以让你在爆胎的情况下可以紧急应对。如果你把这个遮罩板往下放的话，它又会变得更加深，可以放更高的一些东西。缺点就是当你把这个遮罩板往下放的时候，这个位置就变成有一个好像门槛一样，就没那么平整啦。一般你没有再高的东西，你把它放上来，这个就很平整，在搬货的时候就感觉比较顺手啦。当然这台车你不会看到排气管啦，电动车嘛。后面的悬挂配置是一个 Torsion Beam 的配置，以一辆中小型 SUV 来讲，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台车的 Interior 真的很重要。像 Atto 3啊，我老实讲啊，我觉得它的外观很好看，也是一种比较圆润，然后看不腻的外观，然后车头也很凶，车尾也好看。缺点就在于它的 Interior 的整个设计我自己不能接受，所以如果当初啊它的 Interior 设计是我喜欢的类型的话，说不定我那时就买 Atto 3了。那这辆 Atto 2呢，在 Interior 方面就符合我个人的审美需求了啦。首先前面2张电动调节的椅子，上下也可以调高低，不过只有在 Driver side 啦 ，Passenger side 只可以调前后，还有椅背倾斜角度。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正前方有一个 Digital 的 Speedometer， 当然 BYD 中控大荧幕是少不了的啦。冰箱、彩电、大沙发嘛，这辆车没有冰箱 ，OK， 中间没有冷气出风口在 armrest 里面。这个彩电呢也不是特别的大，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太大也是很干扰人开车一下啦。我觉得这个尺寸刚刚好，而且它也是有这个 BYD 一贯的设计，可以做到一键旋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直列式的。我不知道直列式有什么功能好用啦。而且这台车当我们打开它的导航过后，是不能用这个直列式的方式的。中间有一个50瓦的无线快充、冷气出风口这些的排列方式跟一般传统车差不多一样。Dashboard 上面是软材质，然后有假的车缝线，门板上面也是软材质，然后有黄色的车缝线。坐在上面，我觉得这一个 Interior Design 比 Atto 3的美太多了。我喜欢这个 Design， 它的排档杆呢没有在中间啊，它也不像海豚是在 Dashboard 上面操作，它是在我们平时日系车打 Signal 的位置，就是 Mercedes 的感觉啦，一个怀档的方式。然后车头灯方面呢是要在荧幕里面打开的啊，它也是有自动的头灯啊。一台中小型的 SUV 啊，最令人担忧的应该就是后座乘坐表现了啦。坐进来这台车，哇，第一个感觉发泡棉是有够软，很舒服，有点像 EMAS7 的那一种感觉。有一个可调式的头枕，椅背倾斜角度是只有一段，可是坐起来我觉得这一个倾斜角度差不多就像我的 Civic 这样，不过会比我的 Civic 好坐，因为我的 Civic 的椅子没有那么软，这个确实比较软。中间有一个中央扶手 ，armrest 的后方有一个冷气出风口，你只可以选择你要吹左边或者吹右边，或
或者吹中间，不能同时吹啊。然后有2个 USB 插孔，一个 USB Type A、USB Type C 也有一个。后面的门板就 cut cost 了啦，硬质塑料。 不过还是有给你那个假的车缝线的。不过呢，在这里有一个很大面积的，也是软材质啊，没有跟你 cut cost 啊。它唯一只是把上面这个地方变硬材质罢了，下面还是软的。整台车有8个 speaker， 版权关系我们没有办法播音乐给你们听，就算给你们听，是用这一个收音器来收音哦，也不会是你们直接听进耳朵里面的那个感觉。音响方面我们就没有做测试给大家。然后这一台车今天已经正式发布了，价钱也公布了，我会打在我们的标题还有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留言置顶区那边，有兴趣的朋友，你们一定要到现场看这辆车，摸这辆车，体验它，感受它，然后试它的音响。看了这台车过后，有什么样的想法，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区一起打上来，一起讨论。我觉得这辆车可以赶在今年这个时间段发布啦。最主要，它应该是要把 Proton 的 eMAS 销售份额拿下。eMAS 5那一款车，我们之前有在中国为大家做了一个完整的报道，错过的朋友可以点击影片右上角过去看。那台车跟这台车相比起来的话，我个人会比较喜欢这一台车的，不管是 exterior 还是 interior， 毕竟那台车还是比较少女系一点。这辆车我觉得还蛮适合我的。OK， 我们下一次再为大家带来这台车的上路试驾体验。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要跟它嘟下去。我是阿豪 ATH，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 ，Goodbye。Real stats, real speed, real grip on the line. We ain't influencers, we ain't no clowns. But we're alive, we hold it down. Real test drives, real reviews, no factory scripts, we speak the truth. From Sapine to the streets, push it to the edge. Feel the G-force balance on the razor's edge. Don't talk to me.